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秦家少主秦天居然是个杂灵根啊！这可不得了！你亲了那王家小姐，竟然要嫁给一个废物喽！怎么可能是杂灵根？秦伯父，诗文最新修行，无意谈情说爱，还请秦伯父答应，让诗文与秦天解除婚约。诗文，你说什么？别这么叫我！我的名字从你一个杂灵根的废物口中说出来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诗文侄女，这婚约乃是我们两家定下，你王家这个时候出尔反尔，不怕被外人耻笑？我倒要看看哪个不要命的敢对我的女人说三道四。诗文，他是谁？既然你们秦家给脸不要，那我也不装了。这位乃是玉石城三大家族之一田家的少族长田英武，也是我王诗文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那我呢？你一个杂灵根的废物，也想高攀诗文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垃圾，赶紧把婚签歇了。王八蛋，老子和你拼了！哼，找死！天儿，天儿，你没事吧？天儿，爹，我的灵根废了。什么？田少，下手是不是太重了些？一个废物杂灵根而已，废了也就废了。秦家主要是不想家族被灭，那就给我憋着。废物，记住今天的教训。下次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缠着诗文，就不是废你灵根这么简单了。天儿，少主啊，少主，既然你废了，那就发挥你最后的价值吧。秦言，你干什么？羞辱了田少的女人，你觉得你还能活？你身为秦家子弟，竟跟外人当狗！当狗怎么了？说不定田少一高兴，秦家就是我的了。所以，为了我大业，就麻烦你去死了。秦言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，总比你早死要来得好。未婚妻退婚，同族陷害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是谁？本座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复仇吗？想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复仇，即便付出生命。即便付出生命。很好，跟我来吧。此塔名震天神塔，乃是上古至宝，成功认主便可随心所欲，坐拥一切。一旦试炼失败，便会七窍流血，神魂俱灭。你可敢尝试？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有点胆识。我该怎么做？走到塔前，滴血便可。你只有3天时间。炼气1层，我的修为恢复了。小子，别想别的，凝神静气。你灵根被废，反倒让神塔成了你的新灵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能修到炼气7层。天天，这震天神塔究竟是什么宝贝？我是气灵天天，它是武器，其余等筑基后再知。你能帮我报仇吗？我只护塔不帮你，你死我便寻下一人。筑基前别来烦我。秦言、秦烈、田英武王诗文，你们对我的欺辱，我都会10倍、100倍的讨回来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田家出多少钱买我的命？我出双倍的。你拒绝田少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大哥救我，多少灵石我都给你。田家办事，滚开！田家，既然是田家的人，那就别走了。你没事吧？孙雪儿谢过公子，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？御马镇秦天，我救你只因和田鹦鹉有仇。姑娘，诸事已了，在下告辞。御马镇秦天，传闻他杂灵根，却有炼气高层实力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孙叔，你去帮我调查一个人。先从秦岩、秦烈这对白眼狼开始。哼！少爷，快回家，族长快要不行了。爹，你醒醒，我是天儿啊！秦大师，我爹他怎么了？3年前他不还好好的吗？族长中了慢性毒药，听闻你跳崖，气血攻心，加速毒发。老朽拼尽全力，也只能勉强吊住他一口气。中毒？我爹可是族长，怎么会中毒？你一定有办法救他。血魄丹能解百毒，应该能救族长，但是此丹3品，玉石城恐怕只有王天师会炼，我们秦家倾家荡产也买不起。少爷，明天天战赛同名奖励就是血魄丹。小青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灵根已恢复，还突破到了炼气7层，血魄丹我必定拿到。父亲拜托您了。好，为了父亲，先让你们多活一段时间。爹，秦霄那老东西毒入骨髓，撑不过3天，等他死，家主之位就是我们父子的。嘘，小声点儿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秦烈、秦岩，你们找死！秦天，你居然没死！秦岩，你害我在前，给我爹下毒在后，这笔账今日我便跟你算清楚。是我做的怎样？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，谁会信你一个废物的话？秦天，你贵为少族长，不仅偷盗家族至宝，如今更是污蔑同族，罪不可恕。言儿，将其拿下，带入刑罚堂受审。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看我一拳送他下地狱！炼气7层，这不可能！你的灵根不是被废了吗？这一切都多亏了你了。就算秦天灵根没被废了，短短3天从炼气1层到炼气7层，天赋如此惊人，此子断不可留。秦天，你擅闯长老住所，殴打兄长，屡教不改，今日老夫便按族规废你修为。闹够了没有？都给我住手！一个少族长，一个2长老，对同族大打出手，也不怕让人看了笑话。大长老，秦天擅闯长老住所，目无尊长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。大长老，他们父子狼子野心，勾结田鹦鹉谋害我爹，还请大长老将其2人逐出家族。秦天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都给我住口！秦天，你说2长老谋害族长，你有证据吗？大长老，秦天他污蔑长老，罪加够了。天战赛在即，老夫没心思管你们之间的破事，一切等天战赛结束后再议。大长老，小房主，你要参加天战赛？是，我要拿血魄丹救我爹。好，老夫做主，准你参加。2长老，你没意见吧？一切听从大长老安排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天战赛前，要是再有人对族人出手，别怪老夫不客气。秦岩，明日擂台赛，我会将你做的一切100倍、1000倍还给你。你个该死的废物！你敢这么挑衅我，明天我一定杀了你！这是紫灵丹，能够助你突破炼气8层。明日擂台上，我要你亲手杀了秦天。遵命，父亲。
小姐，这是您要的秦天的资料。孙叔，你确定这资料是正确的？千真万确。3日前，因受不了未婚妻背叛及灵根被废的打击，跳崖自杀。灵根被废，还能有炼气高层的实力，这家伙还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小姐，你是想拉拢这个秦天？这个秦天不简单，加上他和田英武的仇怨，可以说秦天就是我孙家最完美的盟友。孙叔，跟我一起去见王爷爷，我要带王爷爷去御马镇观赛。是，小姐。我和秦岩都是炼气7层，我有自信不惧秦岩，但秦烈乃是炼气9层。如果明日我斩杀秦岩，秦烈定然不会放过我，还是要将修为提上一提。正好试试看这震天神塔的修炼速度。1晚上的功夫，就让我从炼气7层提升到炼气9层，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灵根，也没有如此速度。这震天神塔当真恐怖。既然突破了，那也是时候送你上路了。哎，你们说这次御马镇天战赛谁会是魁首啊？自王诗文小姐随田少去玉石城修行后，御马镇年轻一代最强的是秦家的秦岩，想必这次天战赛的魁首就是秦岩了吧？秦家有此麒麟子，真是走大运了。等着吧，秦天，待会儿老子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残忍。御马镇天战赛点到为止，严禁下死手，违者将被取消成绩。现在我宣布，御马镇天战赛第1场，秦天对战秦岩。呵呵，雪儿，这就是你想让老夫来看的人吧？王爷爷，怎么样？他可还能入您的眼？呵呵，在如此年纪就拥有炼气9层的实力，的确是个不错的苗子。炼气9层？没想到秦天竟然这么强，如此一来，拉拢他就更有必要了。天赋很不错，不过炼药师可不是这么好当的，继续看看吧。那就看看吧，说不定还有意外之喜呢。看样子，咱们雪儿也长大喽。王爷爷，你别胡说，秦天救了我，我只是想感谢他而已。秦天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谁家的狗没拴好，大早上的在这犬飞？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东西！去死吧，灰心掌！没想到你还有些本事，不过可惜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好强！这招怕是炼气9层都不敢应接，看来要分出胜负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。秦岩，为你所做的一切赎罪吧！秦天，比武切磋，竟下死手！今日我便替族长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言儿重伤至此，你还想抵赖？秦烈老匹夫，我可算等到你了。炼气9层，秦天，你豪狠的心，居然隐藏修为，坑害言儿。老夫在炼气9层待了数十年，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比的？
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秦天，你冷静，别冲动。没了你们这家子害群之马，秦家会发展的更好。秦天，田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没有时间等你们一个个挑战，觉得能打赢我的可以直接上台来，我都接着。炼气9层，这谁打得过啊？要我说，直接将第一给他算了。就是，秦天连自己族人都杀，万一记恨我们平日里嘲讽他，在台上把我们都杀了怎么办？秦天，城主府再三规定不许下死手，你连杀2人，破坏规则。本裁判宣布，你的成绩取消，天战赛。哈哈，老夫倒是觉得秦天这个第1名实至名归。是玉石城3大家族之一孙家的大小姐孙雪儿。站在孙雪儿前面的那位，难道就是玉石城唯一一位3品炼丹师王阳林王天师？天战赛规则虽然说不许下死手，但秦天所杀的都是秦家之人，是秦家的家事。以老夫之见，这魁首应当还是秦天，你觉得呢？慢着，我还没上台，这天战赛就还没结束。姓田的，这是御马镇，你一个玉石城的参加什么天战赛？我是诗文的未婚夫，也算是半个御马镇的人，自然能够参加天战赛。秦天，你说对吧？姓田的，天战赛是为了选拔人前往参加玄天宗的入门考核，你都已经是玄天宗的外门弟子，参加天战赛也不怕惹人耻笑。你们孙家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有闲心担心别人。我劝你安静一点，不然我不介意将你一起解决。而且他自己都说了，接受所有人的挑战。怎么，你不敢了？秦天，田英武就是来针对你的，他是筑基境，现在的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天战赛你别参加了，要对付他咱们要从长计议。你要是需要血魄丹，我可以求王爷爷给你炼一颗。有意思的小家伙，你会怎么选呢？秦天，田少可不是你一个废物能比的，我劝你还是向田少磕头认错，说不定田少还能留你一命。我这炼气9层是废物，那你这炼气8重又算什么？田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放心吧，敢骂我的女人，我一定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秦天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爹还等着血魄丹救命，我不想也不能后退。你要战，那就战。有意思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这秦天也真是，我都答应给他血魄丹了，他为什么还要答应田英武？这可不仅仅是血魄丹的原因，今天他有不得不战的理由。放心吧，雪儿，有王爷爷在，不会让他受伤的。秦天，你可千万要坚持住啊！虽然不管你答不答应，今天我都会废了，但我还是没想到你居然敢答应。不敢？你都把脸送给我抽了，我有什么不敢？哼，牙尖嘴利的小子，3招，你要是3招不死，老子和你姓。筑基境就这实力，开胃小菜而已。接下来就让你知道炼气境和筑基境差距。玄天魔拳，差距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想杀我，那就试试看。王爷爷，王爷爷，放心吧，比试还没结束。这就是筑基境的实力吗？没想到你还挺能考。哼，你是没吃饭吗？这点力气，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。没力气，那我就给你来点有力气的。这招有本事你再接给我看。这一招，凭现在的我，不论如何也接不下。这是明知不敌放弃了，就算你现在求饶，也来不及了。七星剑诀，急！
炼气境挡不下，那就筑基境挡好了，千绝风轮。筑基？什么时候筑基这么简单了？筑基？这怎么可能？秦天不过就是一个杂灵根，怎么可能比我先突破筑基境？如此天分，当真是继承衣钵的最佳人选。筑基，你敢拿本少当磨刀石？你这种好用的工具人，我不用岂不是可惜了？我接了你3招，那你也接我1招试试看。雷火定。你这是？敢伤我家少爷，找死！小孩子打打闹闹，你田老头出手也不怕坏了规矩？欧阳林，你当真要与我田家为敌？你虽是3品炼药师，但我田家也不是好惹的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天下谁不知道，我们炼药师从不主动与人结怨，但也从不怕人挑衅。这小家伙救了雪儿，我便护定他了。你田家若敢再动他1根手指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哼，王阳林，老夫就给你这个面子，但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小子谢过王天师救命之恩。我呢？你不打算谢谢我吗？好了，雪儿，秦天小友此刻定然着急回去送药，咱们还是不要多打扰的好。哼，王爷爷，你总是偏帮他说话。哼。晴天，明天记得来一趟灵丹阁，有重要的事和你说。今天一定准时赶到。爹，您终于醒了。秦烈、秦岩父子为了家主之位，给您下了毒。秦大师刚才帮您解了毒，您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秦烈，他居然……族长，你大病初愈，不宜动怒。秦大师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族长谢错人了。如果不是少族长参加天战赛夺得魁首，迎来了血魄丹，老夫不论如何也救不了族长。天儿，你的灵根不是被废了吗？怎么会？族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少族长的灵根已经恢复了，而且在天战赛上还将秦烈和秦岩给杀了。灵根恢复了，好啊，真是天佑啊！让族长好好休息。爹，你安心静养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一定好好修炼，不让你再为我操心。明明只是刚突破筑基境才得到的秘术，田英武竟然连1招都撑不过，只能说不愧是震天神塔。天天说筑基境后就能进入震天神塔第1层，那我现在应该能进了吧？试试看。哟，筑基了，看来没有偷懒。那当然，我可一直都想要变强，现在我应该能够进入第1层了吧？天天，这是什么火焰？我感觉它好强。那当然了，这火名为先天真火，乃是震天神塔自带之火，不仅威力惊人，而且因为自带净化特性，对炼丹和炼体都有加成。先天真火算是你突破筑基境的奖励，记得好好使用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浪费它的威能。震天神塔第1层解封以后，你可以适当使用震天神塔辅助对战，同时也能在震天神塔内修炼。在这里修炼的效果应该是外面的1倍。1倍？瞧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行了，都讲解完了，你好好修炼吧。
等你到达金丹境，进入第2层，还有你惊讶的呢。修炼速度翻倍啊！我得好好试试。我感觉再有3天，我就能突破到筑基2层了。当初还是杂灵根时，我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修炼速度？去看看孙雪儿和王阳林找我过去干嘛，然后回来继续修炼。你好，我想找一下王阳林、王天师，还请帮我通报一声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王天师很忙，没空搭理你，哪来的滚哪去吧。是王天师亲自叫我过来的，你最好进去通报一下。你怎么不干脆说你是王天师弟子呢？想攀关系蹭脸面的人我见多了。秦天，赶紧给我滚，否则我就把你拉入灵药阁黑名单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踏进灵药阁半步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一个小小的导购还有这本事？灵药阁的培训就是这么教你和客人说话的？王天师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客人。要是误会，我灵药阁尊重每一个客人，你以貌取人，嚣张跋扈，还敢跟我说误会？孙小姐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个机会吧！秦小兄弟，这茶乃是100年灵树茶，你尝尝看。王天师，孙小姐，小子不懂茶，怕糟蹋了好东西，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吧。秦天，你这也太实在了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秦天，我想代表孙家跟你结盟，一起对付田家。孙小姐，孙家是玉石城3大家族之一，家大业大。我秦天不过是个小家族出来的散修，你为什么要找我？孙家和田家虽然都是玉石城3大家族之一，但孙家青黄不接，田家除了田英武外，还有个天资更加聪颖的哥哥田英杰。田英杰乃是玄天宗内门弟子，年纪轻轻，距离金丹境便只有1步之遥。我和雪儿他爸都只是筑基巅峰，如若田英杰回来，孙家危矣。距离金丹只有1步之遥。田家在玉石城横行霸道，就是仗着田英杰在玄天宗的地位。田家已经吞并了好几个小家族，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孙家。所以，为了保住孙家，我们需要一个有潜力的盟友，共同对抗田家。你就是最为合适的人选。你们说的联盟，具体是怎么做？你3天内从炼气1层到炼气9层，又在擂台上临阵突破筑基境，这样的天赋世所罕见。你缺少的是时间和资源，而这些孙家都可以给你。老夫虽然是个炼丹师，但还有些人脉。只要小兄弟你答应，在你有足够实力之前，我会全力保护你和你的父亲，并且我可以教你炼丹。炼丹？原本老夫想收你当弟子，但你天赋卓绝，老夫恐怕无力教导，所以老夫想和你结个善缘，只希望有朝一日你飞黄腾达，能庇佑孙家1、2。王老以及孙小姐对秦天的恩情，秦天没齿难忘。如若秦天日后有成，定护孙家周全。秦天，卷轴是炼药初解和老夫毕生的炼药经验，你拿回去看看，然后再挑尊药鼎。明日老夫便亲自教你炼丹。秦天一定不辜负王老厚望。这药鼎有什么讲究吗？算了，直接挑个合眼缘的吧。震天神塔这是怎么了？震天神塔是让你拿左侧那个乌黑色的圆顶，没想到这种小地方还能捡到这种东西。左边，王老，我就拿这个药鼎了，谢谢王老。小天，要不然你还是换个药鼎吧。这个药鼎怎么了吗？这个药鼎名叫乌金盘龙炉，乃是一件邪物，无数人因它被吸成了干尸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就将其封存。是啊，秦天，你没必要因为一尊药鼎去冒险。震天神塔不可能害我，而且能让天天说是好东西的，一定是件宝贝。王老，我看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和我有缘，我就选他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什么不对，我也会立马放弃。这好吧，但你千万记住，如果有什么不对，一定要放弃。我明白。
那王老、孙小姐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奇怪，这炉子看着除了上了年份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啊。傻子，你就不会滴滴血看看？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吧？为什么会说它是邪鼎？这乌金盘龙炉是个残次品，需要炼丹时产生的丹气来恢复。如果丹气不够，就吸收灵气维持消耗。当灵气也维持不了消耗，就会吸收血气了。那它不会吸收我的血气吧？放心吧，震天神塔当灵根，别说一个乌金盘龙炉，就是10个8个也没问题。先天神火对炼制丹药有加成，乌金环龙炉也有加成，不如自己先试试炼丹。就这么办。虽然想凭借自己炼丹不是件简单的事情，但是这小子天时地利都占了，说不定还真能成功。植血草磨碎成粉，再用灵力融化。灵力大了，重新试试看。我这是成功了！这种手法还能炼制出这么多小还丹，看来乌金蓬龙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。一个3流家族的少家主，将鹦鹉打成了这副模样。是的，家主，那个叫秦天的小子临阵突破筑基境，只是一击就将少爷击败。哼，同境界都打不过，和英杰比起来真是差远了。不过，我田家的人不是什么人都能打的。找几个人，将那小子解决了吧。属下明白。一个3流家族的少家主，也敢打我田家的人？3天，短短3天就能炼制出2品丹药，这世上竟然有这种天才！王老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可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老夫没什么可教你的了，多看看老夫给你的卷轴，如果有什么不懂，再来找老夫吧。玄天宗的考核近在咫尺，你好好准备。要想对付田家，玄天宗乃是重中之重。好，那王老，我就先走了。练了3天丹，也该好好提升一下修为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果然有些本事，难怪能打过少爷。不过筑基3层，你拿什么挡？玄冥掌能不能挡，试了才知道。雷火定。好强的秘术，不过这样也好，等你死了，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。这攻击范围躲不开了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不躲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强行驱动震天神塔，还是有些太勉强了。小天，
王老，这大晚上的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雪儿得到消息，田家要对你动手，老夫不放心，想着过来保护你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多谢王老了。不用这么客气，老夫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你杀了田家的人，田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你不能再待在秦家了。田家，这样，你随老夫前往玄天山脉。玄天山脉辽阔，加上离玄天宗近，田家不好对你动手。等3天后，你也可以直接前往玄天宗考核。好，一切听王老安排。这里是玄天山脉的外围，再往里走就是玄天宗的地界了。田家的人不敢追进来。这里环境不错，适合休养。玄天山脉外围对你的危险性不大，你可以在这休息，或者在周围逛逛。3天后考核开始，老夫再过来送你前往玄天宗。王老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地方灵气倒是挺浓郁的，适合修炼。哪里逃？皮倒是挺厚，那就试试这招。都说铁背熊的熊掌好吃，我也好好尝尝。找个地方生火，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哈哈，苏唐，你逃不掉的。那边好像有人在打斗。那女子的声音好像在呼救。罢了，先去看看情况。苏唐，你中了我的合欢伞，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，免得待会儿叫不出来，那就不好玩了。金风林，你身为天剑宗村传弟子，竟敢在玄天大地界对我动手，你就不怕两宗开战吗？开战？别说等我玩够了就会将你毁尸灭迹，不会让人知道我干了什么。就算知道，借你玄天宗10个胆子也不敢和我天剑宗开战。你无耻！苏唐，我追了你3年，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还能高傲到几时！玄天宗和天剑皇的弟子，那岂不是金丹境？难怪他们这么强。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染血大法，你疯了！这样下去你会经脉尽断的。我说了，绝不会让你得逞。终于解决了。这是2败俱伤了。这样的话，那你们的储物袋就归我了。前辈，小子无意冒犯。还好没醒，气息衰弱到极致，经脉受创极重。若是放任不管，他撑不了多久，必死无疑。但我要是出手救他，万一他伤势痊愈后翻脸杀人灭口，那我反倒惹上杀身之祸。田英杰是玄天宗内门弟子，我日后入宗，迟早要和他正面对上。以我如今的修为根基，根本远远不是田英杰的对手。可眼前这位看着气度不凡，若是玄天经亲传弟子，救下他结下人情，往后便能多一尊强硬靠山。不管了，赌一把。希望你不会恩将仇报。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帮他疗伤。伤势太重了，也就是我前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丹药都炼制了不少，不然还真没办法救你。这是哪儿？我好热，我要回宗。前辈，
你先别动，我再帮你疗伤。你的嘴好软。前辈，你……前辈，你……前辈，你醒醒，我们不能……前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完了完了，他不会真的打算杀了我吧？登徒子，污我清白，我当然是要杀了你！前辈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昨天那是为了救你才出此下策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早就已经死了。还好，命应该保住了。嘿嘿，小子就知道前辈不会恩将仇报的。前辈，刀剑无眼，不然先把这剑挪开。昨晚的事，你最好忘掉。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，上天入地，我也一定会杀了你。前辈放心，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哼！不行，要是让他这么走了，我抱大腿的打算就落空了。等等，前辈，还有什么事？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拼了！前辈，小子是来参加玄天宗选拔的，但是玄天山脉太大，小子一时迷了路。昨天听说前辈乃是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不知道前辈能不能带我一程？不，还请前辈看在昨天我救了你的份上，帮小子一次。罢了，虽然他轻薄了我，但终究是救了我，就当是还他人情吧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此次事了，你我两清。多谢前辈。听说玄天宗乃是4大宗门之一，金丹境长老数10位，要是能够加入玄天宗就好了。这算什么？玄天宗亲传弟子苏唐可是西域第一美女，要是能一亲芳助，就算让我死我也愿意。一群废物也敢觊觎苏唐师姐？哼，苏唐师姐那种人物，整个玄天宗也只有我哥才能配得上。因为你哥也太厉害了吧？那当然，等我哥突破金丹，便能晋升亲传，地位等同玄天宗的长老。秦天那个杂种还想通过玄天宗对付我田家，我要让他连考核都过不了。是苏唐师姐，身后那个男人是谁？居然和苏师姐同乘一剑。秦天，他怎么会认识苏唐师姐？下去。多谢苏师姐。你我两清，记得你的承诺。既然加入玄天宗，那就好好修炼。太好了，这个大腿也算是抱上一半了。秦天，孙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孙小姐？我现在可是玄天宗外门执事，以后你得叫我孙执事。孙执事，你什么时候加入了玄天宗？我听说田家想要通过田英杰的关系，在考核上动手脚，阻止你进入玄天宗，所以我就找关系买了个弟子的身份，想着帮帮你。晴天，这些都是我孙家应该做的。考核要开始了，这是王老给你准备的，里面是3品疗伤丹2瓶，回气丹2瓶。考核马上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王老，孙小姐，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。这玄天宗，我记定了。今天没想到你还能和苏唐师姐扯上关系，不过没关系。因为怎么了？不管他有什么靠山，在玄天宗考核上，我照样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因为你可要小心呢。玄天宗入门选拔，现在开始。漩涡之后是幻境森林，森林内有不少天才地宝，但同样也不乏筑基境妖兽。机遇与危机四伏，3天内走出幻境森林者通过考核，规定时间内没走出森林者失败。诸位，请吧。秦天，听到赵指示说的没？幻境森林内妖兽横行，危机四伏。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别进去了，免得最后死无葬身之地。田少还是担心自己吧，这次可没人能够救你了。
小杂种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地方灵气浓郁，但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窥视。筑基5层，想来你们就是田英杰派来的人吧？脑子倒是不错，不过可惜还是得死。还不知道田英杰派了多少人，我得保持体力。不好意思，此路不通。得罪田师兄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过放心，我的剑很快，会让你死得很轻松的，疾风连斩。给我死！好诡异的火焰！今天那个小杂碎呢？你们杀了他吗？一时疏忽，让他给逃了。什么？2个筑基5层对付1个筑基1层，还让他给逃了？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应该甩掉了吧？田家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终有一天我会将这一切都还给你们。等着吧，等我变强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。天天，你什么？筑基4层的苍雷亚龙，虽然只是筑基4层，但以苍雷亚龙的肉身实力，寻常的筑基5层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小子，祝你好运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不会是苍雷亚龙的对手。和苍雷亚龙对战多的人，更有可能会把那2人吸引过来。我得想办法离开。先拉开距离。小子，苍雷亚龙的飞行速度可不是你能比的，你跑不掉的。果然跑不掉吗？筑基4层的苍雷亚龙速度太快了，跑不掉，那就不跑了。给我死！想吃我？来啊！今天不是你将我摔死，就是我将你刺死！看来是我赢了。还算有股子狠劲儿。我的伤都好了，而且还突破到筑基2层了，居然直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这一战虽然凶险，但收获更大。大早上的叫什么？还让不让兽睡觉了？天天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可没这么好心，可能是那老头给的丹药起作用了也说不定。不信算了。昏迷了1天，不能再耽搁下去了，得加紧赶路了。震天神塔这是让我进入山谷，上次震天神塔让我选乌金盘龙炉也是这样。难道震天神塔又发现什么宝贝了？奇怪，这也没东西啊，怎么会？等等，龙血变，以龙血为引，淬炼肉身，可短暂提升修为。这居然是一部能够提升修为的秘法。等我学会龙血变，即便对上那2个筑基5层之人，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你这运气还真是不错，被苍雷亚龙带到这里，居然还能找到一部地阶秘法。只是可惜，苍雷亚龙只是亚龙，他的血并不能完全发挥出龙血变的威力。也得亏苍雷亚龙只是头亚龙，否则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。希望你的血能再给我带些惊喜过来。分量差不多了。啊！怎么会这么痛啊！
这龙血变比我想象的还要霸道。龙血暴躁，想要以人体吸收龙血，自然痛苦万分。要是撑不住，就放弃吧，大不了找个地方苟个10年8年，以震天神塔的修为速度，也够你报仇了。在得到震天神塔前，我已经苟了18年了，我受够了，我要换种活法。有这股狠劲儿，也算是有点未来强者的影子了。龙血变，筑基6层，我感觉我现在强的可怕。还不错，苍雷亚龙不仅让你练成了龙血变，更是让你突破到筑基3层，也算是将价值发挥到了最大。你帮了我这么多，我就勉为其难帮你收个尸吧。田鹦鹉，你追了我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抓你了。筑基6层加上龙血变，林宽、林腾2个筑基5层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找了1天1夜，连个人影都没找到。就你们这样的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玄天宗外门精英？天少，那个小子他实在是太能跑了，我们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一天还一天。要是再不能将秦天那个小杂碎解决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们这就去找，一定将秦天解决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秦天，没想到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废话少说，解决你们之后，我还得赶路呢。你们谁先受死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！给我上！哼哼，筑基3层原来是突破了，难怪这么嚣张。不过可惜，照样是个蝼蚁。上次侥幸让你跑了，这一次就不会那么好运了！狂狮最近。秦天，你不是要我们等死吗？怎么现在跟条狗一样到处乱窜？秦天，你是斗不过鹦鹉的，我劝你给鹦鹉下跪道歉，说不定鹦鹉还能留你一命，否则这幻境森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让我给田鹦鹉道歉，他也配？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林宽、林拓，别一下子弄死，慢慢玩。放心吧，田少，这种事儿我有经验。小子，看来想要用筑基3层的实力，这一剑会废了你的左腿。还是有些勉强，那就试试筑基6层吧。龙血变！你就这点实力？筑基6层，你怎么会突破的这么快？这个问题，你还是留着去下面问阎王。雷火钉，筑基6层又如何？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疾风连撤，狮虎碎心。你七星剑诀，去死吧，小杂种！七星剑诀居然无效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硬接我的七星剑诀，怎么可能毫发无伤？你该不会以为我身上的鳞片是摆设吧？鹦鹉，你没事吧？鹦鹉，秦天，你别冲动！你要是敢杀我们，田家不会放过你，我爹也不会放过你。秦天，我哥可是玄天门内门弟子，你要是敢杀我，我哥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爹、你们秦家全都得陪葬。玄天门内门弟子，真是好笑。用不了多久，你们说的那些人都会来陪你们的。秦天，不，秦哥，之前都是我错了，求求你了，是他，都是他勾引我，都是他的错。秦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贱人，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？如果不是你主动爬上我的床，我怎么会和秦哥作对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不是我的，天哥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想退婚的，都是他强迫我，说我不答应就灭我王家。王
是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求你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伺候你。一定。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要你一个破鞋？你和田英伟这么情深意重，黄泉路上想来也不会孤单。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好一个小杂种，敢对我弟动手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杀你秦天，我田英杰誓不为人。3天时间就快到了，秦天怎么还没出来？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？田师兄，秦天在哪儿？还没出来？不对，他出来了！小杂种，去死吧！呀！好强，他应该就是田英杰了吧？区区一个筑基3层，能接我一招不死，难怪能杀了鹦鹉。都说你田英杰乃是即将突破金丹的绝世天才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给我死！田师兄，秦天已经通过入门考核，现如今已经是我玄天宗弟子。师兄如此做派，就不怕宗门怪罪？宗门怪罪？我即将突破金丹晋升亲传，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，宗门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外门弟子怪罪我？孙雪儿，给我让开，否则别怪我连你一起杀！人是我杀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便是。还算有种！你现在跪下，给我弟磕3个头，我可以只杀你，否则你秦家将不再有一个活口。要打就打，想让我道歉，我呸！很好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我撒纸。先天真火，雷火钉，给我出！你过了。苏师姐，堂堂内门弟子对参加考核的弟子出手，你把门规当什么了？滚！苏师姐，此人杀了我弟弟，还请苏师姐给个面子，就当我欠苏师姐一个人情。入门考核生死有命，你弟技不如人，便是他的命。滚！秦天，这事没完！秦天，谢过苏师姐。我只是看不惯有人蔑视玄天宗的规则而已。我当然知道苏师姐只是为了维护玄天宗的门规而已，绝不多想。明日玄天宗七峰峰主收徒，你好自为之。秦天，还好你认识苏师姐，不然这次就危险了。苏师姐能保护我一时，但保护不了我一世，我还是得自己变强才行。我相信你，以你的天赋，一定能超越田英杰。明天才收徒，我先带你去挑个灵气浓郁的洞府暂住，这样你也能快些变强。苏唐，个贱人，居然因为一个废物就要对我动手！不要让我找到机会，否则我定要让你后悔莫及！少爷，要不要属下找个机会？妈的，你是不是蠢？他还没进入玄天宗就算了，进入玄天宗后还想着暗杀他，破坏门规，我还怎么晋升亲传？少爷，他在玄天宗不好动手，那咱们可以想办法将他赶出玄天宗。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少爷，玄天宗弟子入门后将会举行收徒大会，如果秦天没有参加收徒大会，是无风可入，那玄天宗可还有他的容身之处。好，就这么办！秦天敢杀我弟弟，
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收徒大会上，我看你如何无风可入，如何被赶出玄天宗。少爷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安排，定让晴天在收徒大会上出尽洋相，无风可入。收徒大会终将成为晴天的噩梦。晴天，这3座洞府乃是直视峰灵气最浓郁之地，你先挑一间暂住，等收徒大会结束，再迁往所属山峰便可。你好好挑选就好，每一间灵气都十分充沛，对你修行大有裨益。晴天，孙家来信说你父亲病情复发，王爷爷已经束手无策，如今已是危在旦夕。顾不上这么多了，我爹病重，我必须要回去。晴天，你去哪儿？明天就要举行收徒大会，你现在回去肯定就赶不上收徒大会了。顾不上这么多了，我爹病重，我必须要回去。该死，怎么会这个时候病重呢？不行，等晴天回来，收徒大会肯定结束了，我得想办法帮帮晴天。对，苏唐师姐一定有办法。希望家族能想办法联系苏唐师姐吧。族长，自从少族长和孙家合作后，家族收到不少孙家的订单，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好这一切都要多亏了天儿啊！爹，天儿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爹，我得到消息说你病重，你没事吧？病重？你听谁说的？爹最近好得很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没有生病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快点，再快点！小杂种，你休想回到玄天宗！收徒大会现在开始，诸位可自行前往想要加入的山峰，通过峰主考核即可加入山峰。快让开！我要加入天剑峰，我要去丹霞峰，只要能通过考核，以后的修炼资源就不缺了。收徒大会都开始了，今天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今天希望你喜欢我给你准备的大礼。你们这些田家的老鼠，真是有够烦人的。叫吧，等你被赶出玄天宗，你和你家族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想拦我，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！雷火钉！你的信息我田家早已知晓，此次派来的3人都有克制你的办法，这次你休想逃脱！这3人虽然都只是炼气6层，但有那黑钟在，我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他们击败。再拖下去，等龙血变得时效过了，我就危险了。不管了，拼了！3个打1个还这么嚣张，你们田家还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王老，小天，这3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老夫帮你拦下了。你快回玄天宗参加收徒大会。好，多谢王老。3位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不如和我一起看看这日主。恭喜你考核通过，以后你就是我丹霞峰的弟子了。既然所有弟子都已经拜师，那我宣布，站住！收徒大会已经开始了，你不能进去。对不住了，师兄，我必须要进去。那么我宣布，本次收徒大会到此。师尊，弟子有事要。师尊，师尊，我还没参加收徒大会。3个人都拦不住1个人，真是一群废物！晴天，收徒大会已经结束，你还不退下？田师兄，掌门都还没说话，你这么着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玄天宗是你说的算。掌门，弟子绝无此意，只是晴天连收徒大会都能迟到，说明他没有时间观念，对玄天宗不够重视。弟子恳请掌门取消其入门资格。弟子在外游行时遇见过晴天，其天资聪颖，品行坚韧，弟子斗胆，希望师尊师伯能够给晴天一个机会。晴
奇怪，小苏堂向来都是冷淡性子，怎么会主动帮一个男弟子说话？难不成……诸位师弟，可有人愿意收秦天为徒啊？师尊，各位师伯，请给秦天一个机会吧。哼，我斗战峰绝会收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为徒。筑基3层倒是天资轻快，只是我丹霞峰需要炼丹，此子恐怕与我丹霞峰无缘。我玉兽峰人员已经招满，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赶上了又能如何？还不是没人要。今天先前的弟子拜入山门前都有过测试，不如你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让诸位峰主对你有所了解后再做决定。是，掌门，弟子请令当秦天的对手。弟子修为比秦天高，定让秦天放心大胆地展示自己所有的实力。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，居然能让小苏堂这么对你。秦天，苏堂那个贱人不是说你天资聪颖吗？等我用绝对的实力碾压你之后，我看苏堂还怎么保你。田英杰，你以为修为高就能赢？秦天，小心了！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本事。剑道造诣还算不错，再加上提升修为的方式，我天剑锋倒是可以收下。秦天倒是小瞧你了，不过接下来就不会这么好运了。斗战经，一场测试连斗战风的绝学都用了，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？2个筑基境的对战而已，又不会出人命，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？他竟然伤到我了！好霸道的火焰！有这火焰在，这小子就是天生的炼丹师。这小子归我丹霞峰了。炼丹有什么好的？还是我气顶峰更适合他，应该加入我气顶峰。为了一个弟子这份姿态，也不怕让人看了笑话。今天7峰峰主都愿意收你为徒，你想加入哪一峰？反正都是抱大腿，怎么的我也要选个最粗的腿抱才行。弟子斗胆，想要拜掌门为师。秦天，你可想好了？拜我为师，意味着你将承担更大的责任。让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，居然能让小苏堂这么对你。拜掌门为师，这个傻子还真是。好，既然你有此勇气，我剑无极今日便收你为徒。弟子秦天拜见师尊。倒是有几分胆。不行，此次乃是7峰峰主收徒大会，师尊乃是掌门，不会收徒，你还是……谁说我不收徒了？小苏堂和这个秦天的关系绝对不一般，小苏堂也老大不小了，好不容易有点苗头，我这个当师尊的怎么说也得成全一下。小苏堂这么多年了，我门下就你一个弟子，玄天峰多少有点冷清了。我觉得秦天不错，对我胃口，我做主，收了。秦天拜见师尊。倒是机灵。这个傻子居然真的拜了师尊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秦天便是我剑无极门下第2枚弟子，享亲传弟子待遇。这玉佩乃是你身份的象征，记得好生保管。秦天，谢过师尊。嘿嘿，苏师姐，以后你就是我师姐了，日后还请师姐多多指教。你既拜入师尊门下，就当潜心修行，为玄天宗增光。这个傻子，没想到真的成了我师弟。秦天谨记师姐教诲，我在玄天宗修行多年，也不过是内门弟子。秦天这个废物，凭什么就成了亲传？师尊，弟子想要问一下，在玄天内，内门弟子应该怎么称呼亲传弟子？内门弟子自然要称呼亲传弟子为师兄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田师弟还不过来叫师兄？秦天，你不要太过分！英杰，见过秦师兄。哎，田师弟真乖，有仇当场就报了，不错，合我胃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宣布本届收徒大会到此结束。
诸位师弟师妹，将弟子带回山峰吧。小晴天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剑名莫离，乃是为师年轻时的佩剑。卷轴里的乃是玄天宗的玄天剑典，乃我玄天宗3大剑诀之一。你要好好修行，不要堕了莫离和玄天剑典的名头。弟子定不让师尊失望。修行上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可以问我和小苏堂。好的，师尊，弟子一定多向师姐请教。修行上的事，只要我懂，自然会倾囊相授。看来小晴天还稍微差点火候啊，那就让师尊再帮你们一把吧。为师就放心了。小苏堂，你带小晴天去选个洞府，然后带他在玄天宗转转，认认路。好浓郁的灵气。玄天峰乃是玄天宗主峰，一直是掌门住所，灵气自然浓郁。你可挑选心仪之地，自行开辟洞府。师姐，你的洞府在哪儿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师尊不是说让我有事多向师姐请教吗？离得近也方便我请教不？秦师弟，之前的事只是一场意外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你不要多想。师姐，以后的事谁知道呢？不过我保证，我现在绝对只想着离师姐近一些，方便向师姐请教，绝无其他想法。修行上的事，只要我懂，自然会倾囊相授。好，那你随我来吧。就是这里了。既然你已经找到合适的洞府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有什么事你再来问我。好，今天谢谢师姐了。加入玄天宗的目标已经达成，之后就是努力修炼，和田家清算了。田家，等着吧。3品丹药聚元丹，成功了。这什么情况？你倒是个好运气的，乌金牌龙流的气灵要苏醒了。乌金牌龙流内有气灵的存在，只是之前因为乌金牌龙流受创陷入了沉睡。气灵？这些日子在你的丹气和灵力的滋养下，气灵离苏醒还差最后一步，你可以试着将它修复，应该会是你的助力。那天天，乌金盘龙炉需要的材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呀。根据我刚刚的探查，乌阴盘龙炉的气灵似乎还需要一种材料，将材料融进乌阴盘龙炉后，乌金盘龙炉的气灵就能苏醒。至于是什么材料嘛，你是乌阴盘龙炉的主人，用神识引动乌阴盘龙炉，你自然就能接收到乌阴盘龙炉给你的消息了。乌金乌肉熔钢，乌熔灵钢。乌熔熔灵钢，我好像从没听过这材料。天天你，算了，明天去问问孙雪儿吧。乌金熔灵钢，这名字我应该是听过，但是在哪儿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没错，玄天炼丹大会的1等奖就是1大块乌金熔灵钢。玄天炼丹大会，玄天炼丹大会乃是丹霞峰组织的一场炼丹师大会，前3名能够获得丹霞峰给予的奖励，同时表现好的外部修士有机会直接加入丹霞峰。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乌金熔灵钢是制作丹炉上好的材料，孙家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乌金熔灵钢。你要是急着用的话，可能得自己去炼丹师大会试试了。没想到峰回路转，竟在玄天炼丹大会上看到了希望，谢谢了。都说了，咱们不用这么客气。而且昨天如果不是我孙家的情报出了问题，你也不会差点拜不了师。这邀请函就当是我的赔礼吧。昨天忘记给了你，这是我孙家专用的通讯符箓，以后你可以用符箓直接联系我和王爷爷。我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今天那个小畜生拜了剑无欲为师，现在已经是玄天宗的亲传弟子了。今天那小杂种居然成了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都怪王阳林那个老东西！如果不是他从中作祟，今天那小杂种怎么可能赶回玄天宗？哼，一个3品炼丹师而已，只有你成为突破亲传，田家才能更好的发展。至于其他的，就交给为父处理。我知道的，爹，我一定不让你失望。很好，为父等你突破金丹的好消息。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保证3天内就能让秦孙2家的丹药市场断裂。那就动手吧，孙家还有王兰乐那不识趣的东西，
也是时候送他们下地狱了。家主，秦天现在已经是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我们针对秦家会不会？秦家？谁说我要针对秦家了？我只是将王诗文被秦天杀害的消息告知给王家，和我田家有什么关系吗？家主高啊，借王家之手除掉秦天，还能嫁祸给王家，一石二鸟。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秦天、王阳林，你们都给老夫等着！聚元丹不愧是3品丹药，这么轻松就突破到筑基4层了。修为突破至筑基4层，距离金丹境又近了一步。放心吧，我记得，我这就去帮你将巫神合灵罡赢回来。玄天炼丹大会，巫神合灵罡，我志在必得。是时候出发了。听说这次炼丹大会汇聚了方圆千里内最顶尖的年轻炼丹师，光是2品炼药师就有5位。那有什么用？冠军肯定是药林师兄的。药林师兄就是年轻一辈最强的炼丹师。师尊多年来悉心打理，广布丹道恩德，炼丹大会有此盛况，都是师尊的功劳。你呀你，看着参加炼丹大会的人越来越多，老夫很欣慰啊。秦天，他竟然也来参加炼丹大会。师尊，秦师弟乃是掌门亲传，剑道天赋异禀，想来是好奇炼丹一道，特来长长见识的。哦，这小子倒是好兴致。一个剑修跑来炼丹大会凑热闹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师尊，秦师弟能被掌门看中，天资必然不俗，只是炼丹一道和修炼不同。你说的没错，炼丹不同于修炼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比赛马上开始了，秦天要是有什么操作不当，你也可以提醒着点儿。是师尊，我一定好好看着秦师弟。玄天炼丹大会凭丹药品质说话，2小时内炼出的丹药品质最高者为冠军。老夫宣布，玄天炼丹大会现在开始。不愧是玄天宗，提供的药材居然这么多。这样的话，那就试着炼制青玉丹吧。奇骨草、青灵果，这些药材不是用来炼制青玉丹的吗？这小子会炼青玉丹？不可能，青玉丹即便在3品丹药里也是最难的几种。秦天一个剑修，怎么可能会炼青玉丹？一定是因为他知道比不过我，所以挑了个难的丹药，想要输得体面一点。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不愧是药林师兄，这手法简直就是在表演。就这种手法，也敢来炼丹大会，果然是来丢人现眼的。这手法的确不错，但是这次比赛的冠军非我莫属。处理药材的速度虽然不快，却精准无比，没有浪费一丝药性。这种精准度，就是药林也做不到。难道他真能炼制青玉丹？哼！好霸道的火焰！师尊，这是弟子炼制的2品丹药夺灵丹，请师尊过目。不错，丹纹清晰，药性饱满，你的2品丹药精髓，你的炼丹术又精进了。不过可惜，此次大赛你恐怕无缘冠军了。什么？我无缘冠军？他居然真的炼成了！师叔，这是弟子炼制的3品丹药青翼丹，还请师叔过目。药香纯正，药型饱满，这是最上品的青翼丹。啊！最上品，3品青翼丹的最上品。秦天师侄，你愿意加入丹霞峰吗？只要你加入丹霞峰，你就是未来丹霞峰的峰主。峰主之位，峰主竟然许诺秦天未来峰主之位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啊！丹霞师叔，我在玄天峰挺好的，暂时还没有加入其他峰的想法。也罢，日后你若是有什么炼丹上的疑惑，都可以来问老夫。弟子谢过师叔。我宣布，此次玄天炼丹大会的冠军是秦天。秦师侄，
这是此次炼丹大会的奖励，你好生收着。谢师叔。师叔，去吧，有空记得来丹霞峰看看。想我药离自诩年轻一辈第一炼丹师，现在看来，当真可笑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有必要和秦天。有些人注定会成为天下人不可逾越的高山。天天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用你的先天真火慢慢将乌龙华灵钢融进乌金蓬龙炉就行，剩下的气灵自己会解决。气灵红央，见过主人。你就是乌金盘龙炉的气灵？是，多谢主人让红央苏醒。不错不错，沉睡了这么多年，苏醒后灵体还挺稳固的。前辈过奖了，和前辈比起来，红央算不得什么。那是当然，震天神塔乃是天下第一圣器，我自然是天下第一气灵。小红央，说说看，你苏醒后乌金盘龙炉有了什么变化？红央苏醒后可以自行炼制主人用炼制过的丹药，并且能够更好的吸收药材药性，缩短炼制过程的，提升丹药品质。自动炼丹，那我岂不是再也不会缺丹药用？只要有足够多的药材，红央就能将其转化成丹药。好，红央，明日我带你回秦家，麻烦你多炼些丹药，帮秦家占领整个御马镇和玉石城的丹药市场。红央必不负所托。王英然，当初我们两家关系莫逆，你当真要和我秦家鱼死网破？秦萧，你儿子杀了诗文，还好意思和我说殷王两家关系莫逆？王诗文想要杀天儿在先，实力不济被天儿反杀，只能说罪有应得。好一个实力不济，好一个罪有应得！秦萧，你说的很对，你秦家实力不济，被我王家吞并也是罪有应得。王家所属，给我上！哼，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？既然你想打，那就打！唐家所属，给我上！没想到你也突破筑基3层了，不过可惜，还是要死！好诡异的法器！秦萧，这是本家主专门为你秦家准备的宝贝，就让你的灵魂成为这炼魂幡里的主魂吧！就凭一把破幡子就想覆灭我秦家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天儿，爹，你没事吧？只是受了点伤而已，不要紧。秦天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我有什么不敢回来的？秦天，原本你躲在玄天宗，老子还不能拿你如何？既然你回来了，老子今天一定要杀了你，将你的灵魂囚禁在炼魂幡内，日夜折磨，以祭奠诗文在天之灵。以我血肉祭炼魂幡，给我吞！小杂种，我就算魂飞魄散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天儿，快躲开！躲开！这么大的靶子，刚好试试师尊给的剑招。玄天剑典，破天式。齐天！家主死了，魔鬼，他是魔鬼，我们赢不了的。秦家有令，我们不投降。王英然已死，王家弟子投降者不杀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受了一点小伤而已。一个筑基3层而已，还伤不到我。爹，我们秦家不是和孙家结盟了吗？王家哪来的胆子和我秦家拼命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先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孙家和田家火拼，孙家的丹药市场基本崩盘，而且王老也身负重伤。是啊，田家不知道从何处找来了一位3级炼丹师，以及数位2品炼丹师。这些炼丹师炼制了一大批丹药，扰乱市场，令孙家的灵药阁再也售卖不出一粒丹药。那王往呢？只是市场竞争，老王怎么会受伤？老王和对方的炼丹师似乎有仇，来的第一天，对方便和老王进行过一次斗丹，老王败了，并且被对方打成了重伤。若不是孙家家主拼死相救，恐怕……爹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没有人告诉我？你虽然天资聪颖，但终究只是一个人，
孙家和秦家面临的危机是丹药市场被鲸吞，就算告诉你，你也无计可施啊！谁说我无计可施？天儿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放心，秦家与孙家的危机，我定会解决。王老伤势严重，老夫只能勉强吊住王老的性命，但要想王老彻底恢复，只有青玉丹能够做到。怎么样？有办法治好王爷爷吗？青玉丹那可是3品丹药里最难炼制的丹药，即便是王都只有50%的几率炼制成功。我孙家上哪找青玉丹啊？我这就返回玄天宗，求丹霞峰峰主炼制青玉丹。不必了。秦天，不必去找丹霞师叔了。青玉丹我有。青玉丹。秦公子的青玉丹品质极佳，王老的伤势已经开始恢复，最多3日，王老就能苏醒。太好了，秦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王爷爷。这位就是让王老赞誉有加的秦天吧？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凡。孙家主过奖了。什么家主的不家主的？你是雪儿的朋友，以后就叫我孙叔叔吧。孙叔叔，好，够爽快。你让下面的人准备一桌好菜，我要和秦天好好喝上一杯。下次吧，孙叔叔，我这次是来解决孙家遇到的困难的。秦天，好意叔叔心领了，但是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炼，其余的事交给孙叔叔来处理吧。孙叔叔这是不相信我能解决孙家的麻烦。秦天，虽然你炼丹天赋很强，但颜烈乃是3品炼丹师，不是现在的你能对付的。能不能要试试才知道。孙叔叔，还请你将孙家卖的最好的几种丹药材给我，3天后我会让田家知道什么叫价格战。秦天，你确定吗？好，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相信你。严大师丹道通神，不仅让孙家的灵药阁可罗雀，更是将田阳林那个老东西重伤垂死。田某敬你一杯。田家主客气了。王阳林那个伪君子，当年陷害我被逐出师门，我隐忍10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严大师不必介怀，整个玉石城的丹药市场已尽在我严大师面前，任严大师处理。不错，到时候说不定你儿子还能成为我天宗的亲传弟子。多谢严大师，田某一定尽心竭力，助严大师铲除王阳林。田家主识抬举，本大师自然不会亏待你。严大师快请坐，田某敬您一杯。王阳林那个伪君子，当年害我被逐出师门，此仇不报，我严烈誓不为人。诸位，明日我便要启动对田家的价格，还请诸位全力配合。是，少家主。去准备大量药材，明日我便要开始炼制丹药，与田家打一场价格战。主人，是否需要红央出手炼丹？红央，我需要你帮我炼制孙家卖的最好的几种丹药，品质越高越好，数量越多越好。主人放心，红央既然已经苏醒，炼制这些丹药不过是小菜一碟。明日我便要让我们秦家和孙家的丹药在价格上碾压田家，让田家的丹药一粒也卖不出去。主人放心，红央定不负所托。疗伤丹、解毒丹，玉石城最主流的丹药还是这些常规的丹药。红央，这些药材就交给你了。这速度比我快了1倍不止，而且同一份药材比普通炼药师炼制的丹药要多出1倍有余。有乌金庞龙炉在，我看田家拿什么和我打价格战？田家又降价了，疗伤丹只要50块灵石一瓶，比孙家便宜1半。真的假的？这么便宜，我得多囤几瓶。孙家主，这么早就关门了，不如来我田氏丹房坐坐。爹，别理他。识相的就乖乖把灵药阁的地契交出来，本家主还能给你留条活路，否则，王阳林、孙构明，你们都给本家主等着！整个玉石城的丹药市场，迟早都是我田家的。雪儿，今天在密室里已经2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明天就是第3天了，他真能拿出足够的丹药？爹，我相信秦天，他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不是爹不相信他，而是田家那边有2品炼丹师5、6位，还有严烈那个3品巅峰坐镇。秦天就算再天才，也只是一个人呐。爹，秦天最擅长创造奇迹，他说能就一定能，咱们再等等。你说的对，是爹太心急了。罢了，既然把孙家的命运交给了他，就相信他到底。走吧，先去吃点东西。爹，秦天一定会成功的。秦天，这些都是你炼制的？疗伤丹、解毒丹，品质还都是上乘。秦天，这些丹药都是你这几天炼制的，而且你的气息筑基5层，你的修为还突破了。秦天，我们准备的草药也就是炼制1万颗丹药的量，你这至少有2万颗了吧？准确来说，
是25000克。因为我炼药的方法和寻常的炼丹师不一样，所以产量高了点。这些丹药应该足够将田家打卡吧？够，太够了！有了这些丹药，我要让田城知道谁才是玉石城丹药市场的霸主。咦，孙家的灵药阁要重新开张了。天家的丹药又便宜又好，孙家拿什么竞争？诸位道友，灵药阁今日起所有丹药一律5折出费，品质不变，价格减半，先到先得，售完即止。真的假的？孙家不会是用劣质丹药糊弄人吧？诸位请看，这是上品疗伤丹，品质比之前只高不低。若有一例假教，我孙家愿意10倍赔偿。真的是上品疗伤丹，这个品质5折买到就是赚到啊！给我来10瓶，我也要，给我20瓶。玉石城的丹药市场，终究还是我孙家的。孙构明，你疯了！5折出售，你还真打算赔本赚吆喝？这就不劳烦田家主费心了。我这灵药阁可不像田氏丹坊一样冷清，我就不陪田家主了。田家主请便。孙构明，你该死！田家主不必动怒，孙构明不过是狗急跳墙而已，5折出售，他撑不了几天。等他的丹药卖完了，这市场还是我们的。严大师说的对，我就不信他孙构明能一直撑下去。放心吧，田家主，有本大师在，孙构明蹦跶不了几天。严大师说的对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孙构明，你给本家主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在本家主面前求饶。田家主放心，有本大师在，孙家的丹药市场迟早是我们田家的。严大师，这都3天了，孙家的丹药怎么还没卖完？他们哪来这么多丹药？不对劲，就算孙家之前有存货，也不可能撑这么久，除非他们背后有一个炼丹效率极高的炼丹师在支持。难道是王阳林醒了？不可能，王阳林的伤我最清楚，没有清月丹，他至少要躺1个月。而且就算他醒了，一个人也不可能炼制这么多丹药。那严大师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既然价格战打不赢，那就只能换一种方式了。今天这是这3天的丹药收入，按约定分给你的1半，一共是50万灵石。孙叔，灵石不着急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是说田家不会善罢甘休？田家和孙家势如水火，田城的老东西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孙家做大。今天，你的意思是价格战打不赢，他们一定会用其他的手段，比如灭掉孙家。今晚过后，孙家将不复存在。田家主，在下在此恭候多时了。什么？埋伏？田家主，你以为只有你会用暗杀这种方式？田家主，大晚上的带这么多人来我孙家，有些说不过去吧？哼，孙构明，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。既然能猜到我会夜袭孙家，把孙家的家产交出来，我可以勉为其难留你们一条活路。否则，今晚之后，玉石城再无孙家。现在被包围的可是你，你哪来的勇气说留我们一条活路？你就是秦天，一个废物家族之人，竟然敢杀鹦鹉！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堂堂筑基境巅峰就这点事，难怪田鹦鹉那么废物。牙尖嘴利的杂种，我要你死！严大师，还请你助我斩杀这个畜生。好说，杀了玄天宗掌门的徒弟，宗主的赏赐也就足够我晋升金丹了。姓严的，今日我便替王老清理门户。螳臂当车，没有孙国明的保护，你也该去死了！琥珀噬火！就这？英杰，我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你们一家团聚。用了秘法，也不过筑基8层，却能一招斩杀筑基巅峰的田城。我一定要将消息传回天剑宗。
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？王老对我有恩，你既然和王老有仇，那便不用走了。秦天，你敢杀我？我可是天剑宗内门长老，杀了我，即便你是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天剑宗也绝对饶不了你。杀就杀，你天剑宗要是有意见，我接着便是玄天剑底破天式。王老对我有恩，你既然和王老有仇，那便不用走了。秦天，你敢杀我？我可是天剑宗内门长老，杀了我，即便你是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天剑宗也绝对饶不了你。杀就杀了，你天剑宗要是有意见，我接着便是。小杂种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乌龟壳还挺硬，那这招你要怎么接？玄天剑典破天式。家主死了，天家亡了，快跑！孙家和田家的仇怨也算是告一段落了。不，还没结束。田英杰不死，仇怨就还没完。孙叔叔，我会在玄天宗牵制住田英杰，之后的丹药也会通过雪儿送来。秦家的后续发展就要劳烦孙叔叔多费心了。这些就交给我吧。以筑基5层逆斩2名筑基巅峰救世，秦天的天赋还真是惊人啊！也不知道他以后能走到哪一步。管他能走到哪一步，我们只要知道他是我孙家永远的朋友就足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金丹，我终于突破到金丹了！少爷，不好了，少爷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少爷，家主死了！你说什么？家主夜袭孙家，孙家早有埋伏，家主和家族内的一众高手都被齐天杀了，田家完了啊！秦天，我必杀你！弟子秦天拜见师尊师姐。筑基5层，小秦天，你下山不过数日，又突破了。托师尊的福，弟子在山下有些际遇。不错，这千渊果就给你，好生修炼，争取早日追上你师姐。弟子多谢。让我见掌门，我要见掌门！谁在外面喧哗？禀掌门，新晋亲传弟子田英杰吵着要见掌门，说是要让掌门为其伸冤。把他叫进来，本座倒要看看他有何冤屈。秦天，掌门，秦天残杀我上下137口人，所犯罪行纵逐难书，还请掌门为弟子做主，为田家惨死的冤魂做主。秦天，可有此事？回师尊，确有此事，但这是因为田成想要杀弟子在先，弟子无奈，只能自卫反击。自卫反击？将我田家灭门，这叫自卫反击？掌门，秦天残暴乖张，还请掌门将其逐出玄天宗。师尊，要杀人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，弟子并不觉得师弟有错。掌门，够了！你和秦天的事是个人恩怨，玄天宗不管。好，既然宗门不管，那弟子请上生死台，与秦天一决生死。胡闹！你已突破金丹，秦天不过筑基5层，上生死台斗战，师弟就是这么教你的。田英杰，秦天是我师弟，田师弟若执意要打，我可以替秦一上生死台。你我都是金丹，交手也算公平公正。公平？好一个公平！掌门偏袒，师姐护短，这就是所谓的公平。我田家上下数十条性命就这么算了？放肆！田英杰，你是在质疑本座？剑无极，连弟子的言论都要干涉，你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天剑，这是我玄天宗的私事，天剑掌门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点。老夫可没闲心管你玄天宗一个弟子的家事，老夫此次前来是来找你玄天宗要个交代的。这面缩光镜乃是我天剑宗的至宝，拥有追溯本源的能力。剑无极，你的弟子斩杀老夫的亲传弟子，你玄天宗是要与我天剑宗开战吗？师尊，弟子斩杀金风铃，乃是金风铃偷袭弟子，想对弟子行不轨之事，弟子无奈才将其斩杀。当真是笑话！天剑真人乃是金丹巅峰的强者，我不能让师弟被天剑真人盯上。师尊，弟子没有证据，但师尊，这小子灭他人满门的理由是自卫反击，苏唐斩杀老夫亲传弟子的理由又是被迫反击，你玄天宗是找不出别的理由了吗？你说风铃偷袭你，想要对你行不轨之事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在此信口雌黄，你是觉得老夫好欺负吗？师姐，谁说你没有证据了？师尊，
弟子亲眼所见，金风林追杀师姐，逼得师姐使用染血大法拼命。如果不是弟子恰好在，师姐恐怕也就回不来了。这是金风林的储物袋，里面有金风林调查追踪师姐的所有计划。师尊，天剑中存传弟子偷袭追杀师姐，还请师尊为师姐做主。小杂种，敢拿老夫弟子的储物袋，真是好胆！剑无极，本座难得和你纠缠。苏唐杀风林乃是事实，将苏唐和玄天剑鼎交出来，本座可以既往不咎。否则，四宗大比上就别怪我天不留情面。还想要玄天剑鼎？天剑老头，你天剑宗要战那便战，本座倒要看看你天剑宗能拿我玄天宗如何。好，很好，剑无极，你不要后悔。哼！田英杰，你若是觉得玄天宗处事不公，大可离开玄天宗，本座不拦你。离开玄天宗，今天那个杂志一定会让苏唐追杀我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玄天宗，肚子不敢，肚子服气。既然如此，那此事就此作罢。出去。今天，玄天宗终有一天，我会将一切都还给你们。天剑那老东西睚眦必报，今日之事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们身为本座的弟子，必须参加四宗大比，届时你们千万要小心。师尊，这四宗大比究竟是什么？四宗大比是由天剑宗、玄天宗、金狮宗、煞女宗四宗共同举办的大会。四宗中心地带有一片巨大的灵石矿脉，储量惊人。为了避免四宗为争夺矿源爆发大规模厮杀，四宗约定通过大比排名来决定各自的开发比例。为了以示公正，每年四宗大会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但不论规则如何改变，实力都是最重要的一环。所以，本座决定开启化天池。师尊，化天池？师尊，化天池乃是玄天峰掌门才能进入的禁地，弟子和师弟……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四宗大比在即，若不尽快提升你们的实力，上了大比就是送死。化天池内灵气浓郁程度乃是外界的10倍不止，相应的灵气十分狂暴。原本我打算等你突破金丹后再让你进入，但事急从权，弟子明白。你修炼时千万注意，如果经脉胀痛，一定要尽快出来。进去吧。师弟，方才在大殿上，多谢。师姐帮了我那么多次，我不过是投桃报李罢了。天剑真人和师尊一样，都是金丹巅峰强者，你完全没必要因为我得罪这样的人。下次如果再有这种情况，你不要再因为我引火上身了。下次再有这种情况，我还是会帮师姐的。师姐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护我周全，还助我拜入师尊门下，这些恩情我今天一直铭记于心。别说一个天剑真人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定会站在师姐这边。况且，师姐于我而言，早已不只是恩人这般简单。化天池开启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你我必须在这1个月内尽可能提升实力，其余的话，等参加完四宗大比后再说。四宗大比凶险万千，天剑宗必定会针对我们。你若是因为儿女情重误了修炼，害了自己也害了我。是，谨遵师姐吩咐。秦天、苏唐、剑无极，你们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爹，对不起，孩儿无能，孩儿没办法替你报仇，没办法替唐家上下报仇啊！堂堂金丹修士，跪在这里哭哭啼啼，也不怕让人笑话。天剑真人，本座难得和你纠缠，杀了玄天宗掌门的徒弟，宗主的奖赏也就足够我晋升金丹了。天剑真人，你身为天剑宗的掌门，一定能帮我报仇，对不对？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报仇！本座的确能帮你报仇，但本座凭什么要帮你？天剑真人，只要真人愿意替弟子报仇，弟子愿意做牛做马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当真什么都愿意做？当真？很好，四宗大比在即，本座需要你在玄天宗内部做些事情。事成之后，秦天、苏唐、剑无极，你想杀谁，本座都替你安排。你能做到吗？弟子遵命。这是本座的传讯之法，需要你做什么，本座自会通知你。记住，今日之事若有第三人知道，弟子明白。弟子什么都不知道。秦天、苏唐、剑无极，终有一日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田家陪葬！
这是震天神塔。天天，你把我拉进来干嘛？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有着震天神塔这天下第一灵根，吸纳灵气的速度竟然只比边上那个娃娃快上一点，震天神塔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天天，我不过才筑基5层，师姐已经是金丹境了，我吸收灵气的速度能比师姐快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不错个屁！你知道震天神塔是什么吗？天下第一灵金，别说一个金丹，就是元婴来了，论吸收灵气的速度也得给你提鞋。你倒好，跟个普通人一样慢喷喷的吸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震天神塔能过滤灵力，化天池里那些狂暴因子，对别人来说是催命阀，对你来说就是养料。过滤狂暴因子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直接吸收化天池里的灵气，不用再将灵气提存？那当然了，这段口诀你记好了。运转震天神塔时，默念此诀，神塔会自动过滤灵气中的杂质和狂暴因子，将其转化为最纯净的灵力灌入你体内。我记住了。记住了就出去修炼，争取在化天池内突破金丹境。突破金丹后，震天神塔给予的奖励元婴镜下，没有人能留下你。多谢天天指点。少废话，快滚出去！天气无煞，地灵翻涌。这是什么修炼速度？这个白痴，筑基境就敢这么吸灵力，也不怕经脉被撑断？醒醒，师弟，你这么修炼太危险了。不对，师弟气息平稳，面上也无痛苦之色，难道这是他正常修炼的速度？罢了，先让他练着吧。分域里心神看着他，有什么动静再阻止也不迟。今日召集尔等，是为了一件事：你们的师弟金风林死了。什么？风林师弟死了？谁干的？动我天剑宗的人活腻了！哼！杀他之人是玄天宗掌门剑无极的弟子苏唐。苏唐，那个西域第一美人，她为何杀风林师弟？风林不过是追求他激烈了些，那贱人就痛下杀手。更可恨的是，剑无极不但不惩罚，反而包庇到底。这仇你们能忍吗？不能忍！师尊，此剑名唤斩玄，专克玄天宗功法。本座将此剑赠予你。四宗大比之上，本座要玄天宗参赛弟子一个不留，你可能做到？弟子定不让师尊失望。四宗大比在即，在座的诸位都是我玄天宗精英中的精英。为了让诸位能在四宗大比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宗门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储物戒指内是各品类的疗伤丹、符箓，希望诸位此次前往，能扬我玄天威名，壮我玄天威势。扬我玄天威名，壮我玄天威势！弟子见过师尊。弟子见过师尊。苏唐师姐的气息好强！擎天师弟也突破金丹了，1个月前他才筑基5层啊！1个月从筑基5层到金丹，这是什么妖孽天赋？今天等着吧，等四宗大会开始，我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次四宗大会就送你去和家人团聚吧。好，一个金丹3层，一个金丹1层，你们2人果然没有让本座失望，那就出发吧。哈哈，剑无极，你玄天宗是属乌龟的，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到。好饭不怕晚，急什么？怕不是知道这次大比要输，故意拖延时间。我玄天宗即便是输，也是坦坦荡荡，不像你天剑宗，只知道耍些阴谋诡计，把剑修的理都给丢尽了。剑无极，你找死！哼，你要是想动手，本座奉陪。
行了行了，两个老东西，每次见面都要掐，也不怕小辈们笑话。就是，四宗大比还没开始，你们两个掌门先打起来，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？哼。既然人已到齐，那就由本座来宣布本次四宗大会的规则。本届大比分为2轮，第一轮遗迹探索，石门之后是一处上古遗迹，亦有天才地宝。各宗弟子进入遗迹，猎杀妖兽，获取宝物后均可获得积分。3日之后，积分最高者胜出。第一轮第1名获3分，第2名2分，第3名1分，之后不计分。擂台比武，各宗派出3名弟子抽签对战，决出最终排名。计分方式同第一轮，2轮总分最高者为本届四宗大比最终胜者。若无异议，大比现在开始。各宗弟子进入遗迹。3阶妖兽铁甲蜥蜴，那是赤血灵芝。真是可惜，居然让你躲开了。田英杰，身为玄天宗弟子，竟然和天剑宗勾结，为了杀我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秦天，这一切都是你逼的，杀我父弟，灭我田家，只要能够杀了你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田英杰，不要说的你们田家有多无辜，这一切都是你田家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。田师弟，何必跟这种人废话？小子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倒是比那娘们儿更对我胃口。对师姐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自然是让她好好爽了爽。去死吧！银河剑法，冥河斩。来得好，玄天剑典破天机。师姐在哪儿？今天你以为你赢了？你杀了我又如何？苏涛记录了所有人的位置，我已经将储物戒指给了天剑宗大师兄苏剑锋，你猜他能逃走吗？黄泉路上有你的美人师姐作伴，我死的也不哭的。死！苏涛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玄天宗还真是1年不如1年啊！堂堂亲传大弟子，竟然只有这点本事。你还没赢！别装了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恐怕连3分实力都用不出了吧？将真龙血交出来，然后发誓追随我，可以勉为其难留你一命。否则，你这西域第1美女就要成为红粉骷髅了。我即便是死，会让这人渣得逞。很好，我就欣赏你这种宁折不屈的状态。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，我就送你去死吧！天鸟剑闪！死吧！师尊，今天有别。给我住手！雷火钉！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今天苏剑锋是金丹6层，我帮你拖住他，你快走！来都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你就是那个杀了严烈，抢了风露师弟储物袋的秦天，正是你爷爷。哼，又是一个骨头硬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把你们的骨头一点一点踩碎。苏剑锋是吧？今日的账我记住了，下次见面我必斩你！给我找！师姐，你好些了吗？师弟，谢谢你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都说了，咱们不用这么客气。我相信，如果是我遇到的危险的话，师姐也会拼尽全力救我的。这个给你。师姐，这是什么？真龙血，是我在那座龙首雕像下发现的。也正是因为这真龙血，我才被苏剑锋追上。真龙血，
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师弟，我修炼的冰属性功法与真龙血相称，服用真龙血有害无利，反倒是师弟你使用那提升修为的秘法时，身上会出现龙鳞。这真龙血给你，说不定你服用龙血后能有所突破，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。好，师姐，我听你的。该死，怎么会这么痛？今天5阶真龙血，我只是打个盹儿，你就又给我搞出这么大事！妈的，别嬉皮笑脸的，你还没脱离威胁呢。听好了，你突破金丹后，震天神塔除了觉醒空间穿梭的能力外，还给了你一部血气断体诀的功法。你现在立刻马上驱动功法吸收龙血的能量，要是再晚，老娘也救不了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好这小子突破金丹了，不然老娘也没办法救他。不过吸收了5阶真龙血，这小子应该有不小被破了。金丹4层，师姐，现在可还没完，龙血变。这股气息，我好像只在师尊身上见到过。金丹9层后，之前的龙血变只能勉强提升2层修为，没想到吸真龙血竟然能够直接提升4层。师姐，你这真龙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对你有帮助就好。既然修为突破了，那也是时候去找苏剑锋报仇了。今天，师姐放心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输了。廖磊，你不过是一名筑基期的炼丹师而已，没必要因为苏唐和秦天丢掉自己的性命。只要你告诉我苏唐和秦天在哪儿，我可以放了。呸！苏剑锋，我就算死，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。很好，有骨气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你成功激怒我了。就这点力气，你没吃饭吗？要不要你药爷爷给你拉点吃的？很好，成功激怒我了。今天听说你这几天像是疯了一样在找我，怎么就这么急着送死？苏剑锋，上次让你跑了，这次我亲自来取你的命。很好，有骨气。今天你还是第一个从我手里逃掉的猎物，作为对你的嘉奖，待会儿我会亲自将你的脑袋一点一点的拧断。想杀我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这股气息，金丹9层，你怎么可能？想和我硬碰硬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金丹6层和金丹5层的差距吧。好强的力气！苏剑锋，你这金丹6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不过是仗着有些蛮力而已，你还真以为能赢我了？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诀——玄天剑典破天式。这不可能！大师兄，上前者死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不过是金丹5层，怎么可能破了我的清灵剑阵？谁说金丹5层就不能打败金丹6层了？秦天想杀我，做梦去吧！这把剑好像在压制玄天剑厅的剑气。此剑名为斩玄，专克玄天宗功法，乃是我师尊特意为你们玄天宗准备的。能死在斩玄剑下，也是你的荣幸。破天式！秦天，在斩玄剑面前，你的玄天剑典连7成威力都发挥不出来。哈哈哈哈！赢了，是我赢了！我怎么不知道你赢了？这股气息，金丹9层，你怎么可能？金丹9层！苏剑锋，现在该我了吧？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。3天时间，你怎么可能从金丹1层突破到金丹9层？哼，不知者无畏。小杂种，有本事就再躲给我看！金銮天闪！闹剧到这儿也是该结束了。玄天剑典灭天式！斩玄断！秦天，你敢杀我？不是，
天剑宗大弟子，我师尊是天剑真人，你杀了我，天剑宗绝不会放过你，剑无忌也保不住你。从你对师姐动手的那一刻起，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。大师兄死了！大师兄死了！大家快跑！诸位师兄，今天帮你们报仇了。是天剑宗和玄天宗的人。那是天剑宗的亲传大弟子苏剑锋，那可是四宗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啊！居然也是死在了这里，好强！那个全身龙鳞的家伙身上的气息好强。诸位来的正好，有件事想和诸位商量一下。诸位不用紧张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段时间忙着对付天剑宗的弟子，没时间搜寻积分，所以想找诸位借点积分。借？你这是明抢！诸位如果要这么理解，那我也可以成全诸位。怎么选，仿佛诸位想不清楚。今日之事，多谢诸位了，咱们一季外见。师姐，走吧。小晴天，小苏糖，怎么只有你们三个？其他人怎么没出来？没出来，就是死在遗迹内了，这很难猜吗？谢无极，你想做什么？要是让我再听到你在这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四宗大比死伤不论，你玄天宗弟子无能还不让人说了。你要是想破坏四宗大比的规矩，老夫奉陪。谁要是想破坏四宗大比的规矩，我洪涛第一个不答应。见掌门，大比期间，掌门不得对别宗出手，这是规矩。有什么事，等大比结束后再说。好，好得很。这次是我玄天宗栽了，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晴天，师尊，别急嘛，好戏还没开始呢。我天剑宗的弟子呢？我天剑宗的弟子怎么一个都没出来？说，遗迹内发生了什么？我天剑宗的弟子呢？剑锋呢？他们怎么都没出来？他们都死了，全被玄天宗的青天杀了。都死了。秦天！哼，天剑宗这一代的精英弟子全部折在遗迹里了。这个秦天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天剑，当着本座的面对本座的弟子动手，你是当本座不存在吗？秦天，父要你的命！秦天杀了我天剑宗所有参赛弟子，父如果不杀他，我天剑宗的脸面置于何地的？怎么，我玄天宗的弟子能死，你天剑宗的弟子就死不得？你是想破坏四宗大比的规矩？少跟老夫谈什么规矩！秦天交出来，否则我天剑宗与你玄天宗不死不休！不死不休！天剑老头，你要战便战，本座奉陪到底。本座倒要看看你天剑宗拿什么跟本座不死不休。好，好得很！剑无极，上去一战！师姐，你看住药灵，我去帮帮师尊。放心吧，天剑不是师尊的对手，而且你要保存实力，避免他们趁火打劫。好，我听师姐的。剑意，没想到你居然领悟了剑意。能死在我剑意下，也算你死得其所了。天剑宗愿意将此次灵石矿脉的全部份额拱手相让，并且额外奉上5000万灵石作为酬谢，还请两位出手，助我击杀剑无极。洪宗主，洪宗主，这乃是我玄天宗与天剑宗的恩怨，还请两位不要插手。两位，今天能以金丹5层修为斩杀我天剑宗所有参赛弟子，加上剑无极领悟剑意，不将玄天宗解决，我三宗日后将再无宁日，还请两位三思。
两位这是决定要和我玄天宗为敌了？剑掌门，对不住了，你和那小子的存在已经威胁到四宗的平衡了。剑掌门，如果你愿意将那小子交给我们处理，我杀女宗可以不参与玄天宗和天剑门的争斗。交出小晴天，有本座在。小晴天，带着他们走，师尊给你们殿后。师尊，有什么好走的？既然他们三个狼狈为奸，那就全杀了好了。正好让我们玄天宗独享灵石矿脉。小杂种，以一敌三，还想把我们全杀了？金丹9层！小晴天，你的修为，托师姐的福，在秘境内侥幸有所突破。此子天赋绝伦，我们既然得罪了他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师尊，天剑真人交给师尊亲手了结，其余2位就由弟子来挡。小晴天，你要一个人对付2个金丹巅峰？放心吧，师尊，只是拖延时间，弟子有把握。好，本座一定尽快解决天剑，前来帮你。天剑，接着来。两位，我帮你们拖住剑无极，你们尽快将秦天解决。金丹9层连我一击都接不下，真是个银枪蜡烛头。不对劲，剑无极敢让秦天对付我们，一定有所依仗，他绝不会这么轻易被我们击退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在这儿呢。他什么时候跑到上面去的？我竟然一点都没发现。看来洪宗主不仅攻击速度慢，这眼神也不好使啊。哼，小杂种，我看你能躲几次！银蛇漫天！抓到你了，小子，去死吧！金狮裂天！还是太慢。他妈的，小杂种，老子今天非劈了你不可！没用的，那小子手里的塔能让他进行空间传送，我们的攻击根本打不中他。那怎么办？天剑那老东西不是剑无极的对手，再拖下去，等剑无极回来，我们都得死。既然我们打不中他，那就逼他来接我们的攻击。哈哈，要论阴险，还是你杀女宗阴险啊！不过我喜欢。师弟，你受伤了？小伤而已，不打紧。原本还想多陪你们玩一会儿，拖延时间。但既然你们这么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雷火钉！来得好，银蛇舞，金石狂饮！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原来就是只会闪闪的臭老鼠。硬碰硬，你连老子一招都接不住。秘术堆砌出的修为，终究只是空壳，没了那诡异身法傍身，你根本不值一提。这话还是等你们赢了之后再说。都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秦天根本就不会受伤。秦天救了我这么多次，秦天，别管我了，你先走。不可能，说过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护你周全。好一对痴情男女！既然不想走，那老夫就送你们一起上路，金狮灭世！短时间连续使用2次龙血变，加上带着师级使用空间穿梭，对灵力的消耗太大了。还不知道师尊要多久才能解决天剑真人，不能再和他们耗下去了。红炮，那小子开始喘气了，想来坚持不了多久了，一鼓作气解决掉他。正有此意。银蛇天舞，金狮灭世！破天誓！秦天，
终于打中了，给我死吧！死的应该是你。你，红拂女，狡猾的小子，给我死！师姐，刺他！师姐，我们赢了。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，你别吓我啊！晴天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！师姐，师姐不愧是西域第一美女，就连哭都这么好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贫嘴？师姐，你还记得你在花天池说的话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说等四宗大比结束之后再说我们的事。师姐，现在四宗大比结束了，我想问你，你愿意当我的道侣吗？我愿意。师姐，好，哈哈哈，好啊！哎呀，这么久了，你们两个的关系总算是更进一步了。师尊，你怎么偷听弟子说话？哎，小苏糖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谁知道看到你们两个你侬我弄的，为师也不好打扰你们不是？而且要不是当初为师觉得你们有故事，将晴天收做弟子，你们两个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这一步。为师为你们操碎了心，你们难道不应该感谢为师吗？多谢师尊，成人之美。都怪你。这丫头害羞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好小子，以一己之力杀了2个金丹巅峰，为师果然没看错你。伤势怎么样？只是灵力消耗有些大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。没事就行。天剑宗、金狮宗、煞女宗3宗掌门身死，玄天宗也是时候接管3宗了。剑掌门，我等愿率3宗残部并入玄天宗，从此为玄天宗马首是瞻，还请剑掌门成全。本座本可以杀了你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加上3宗地盘辽阔，需要人员管理，所以你3宗并入我玄天宗后，将更名为天剑峰、金狮峰以及煞女峰。希望尔等尽职尽责，不要让本座失望。谢过掌门。今日乃是玄天宗一统西域的好日子，本座宣布，从今日起，秦天为玄天宗少长，待本座退位之后，由其接任掌门之位。遵掌门令。我们的秦少掌门今天怎么不努力突破元婴，想着出来散步了？今天不是宗门招新的日子吗？想着出来看看。那就是晴天秦师兄一个人杀了2个金丹巅峰的猛人。我要是能加入玄天峰就好了，这样天天都能看到秦师兄。我觉得苏糖师姐也好美啊，2个人站在一起简直太般配了。秦师弟被师弟师妹崇拜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还不错。孙雪儿，没想到她也突破筑基了。走，咱们去打个招呼。孙雪儿见过少掌门、苏师姐，只是半年不见，就这么生分了。这是……你不是给了孙家几个加入玄天宗的名额吗？我想着他们刚加入玄天宗，给他们讲讲玄天宗的规矩。还不见过少掌门和苏师姐？见过少掌门、苏师姐，不错，都是些好苗子，以后一定能成为玄天宗的中流砥柱。这还要多谢少宗主你，要不是你把丹药生意交给孙家，孙家哪有这么多资源培养弟子？少掌门、苏师姐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不打扰你们了。怎么，舍不得？师姐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只是我也有段时间没回秦家了。师姐，我带你回秦家吧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快放我下来，被人看到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
听说秦天少爷现在是玄天宗的少掌门了，秦家能有今天，全靠秦天少爷。秦天少爷真是我秦家的福气。老爷，您都站了半个时辰了，进去坐着等吧。不行不行，天儿难得回来一趟，我已经等不及要见天儿了。天儿，是天儿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小天，这位姑娘是？爹，她叫苏唐，是我的师姐，也是我未来的道侣。